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视频，我是公子沈。9月28号，中国恒大集团在香港发布了公告，说接到有关部门通知，恒大董事会主席许家印因涉嫌违法犯罪，已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同时恒大股份全部停止买卖。许家印作为中国前首富被警方逮捕，这并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儿。之前我们做节目讲过了，中国的首富都是红顶商人，历史上没有几个有好下场。它已经从一个商业事件变成了刑事案件。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聊一聊像恒大集团这样的曾经中国的房地产巨头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毁灭的，并且反映出中国的房地产危机。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儿叫烂尾楼，这是中国现实的房地产危机的缩影。这也说明过去这些年红红火火的行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有人说，当你看到中国房地产行业的这波寒冬，其实你就窥视到了中国经济的本质。考虑到房地产在中国 GDP 当中的巨大份额，房地产的健康状况直接反映了整体经济的脉搏。换句话说，当房地产行业陷入困境的话，那么中国的整体经济就不会好到哪儿去。我们来讨论一下它背后的故事。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梳理一下中国房地产的发展史，回到2000年说起。就当时房地产的繁荣就像雨后春笋般野蛮生长，因为大家都坚信一个道理，就是房价只涨不跌。当时中国经济走向开放，那么很多人生活质量跃升之后，希望住进自己的小房子，有一个自己的家，而不是住大家院或者筒子楼。那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剧，同样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增加，这都推动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别忘了，在当时股市变幻莫测，有人亏本，也有人笑傲江湖，但是房地产却一直都稳健上涨。所以很多人共同的梦想就是有一套房子，然后能够大赚一笔，通过投资房地产一夜暴富。当时到处都是新楼盘、新的住宅区，开发楼盘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的住房数量，而且随着老龄化加剧，很多人买不起房，或者是不再需要拥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盖了一半，很多房子都成为烂尾工程。这个时候，中国就出现了很多鬼城，就是本来是应该热闹的小区，却变得空空如也。你晚上走在那儿，就好像是电影里的这恐怖片的情节。那为什么房地产会由盛转衰呢？那房地产行业当中的主要问题有这么几个。首先，我们想想那些半途而废的、只建了一半的空楼到底怎么出现的？那么我们就要先想到这些盖房子的房地产公司是怎么想的。他们觉得中国人永远都会买新房，所以就不停地造新房。那问题是，他们盖了这么多楼，欠了不少债。这些公司有一个套路，就是房子还没有建完就开始卖了，然后呢，卖了的钱赶快去买新的地皮，不断的进行扩张。这个政策一开始还行，但是当大家不买房了，你钱进不来了，那这时候你当然资金链断裂。但是只要大家继续买房子，这个泡沫就会越吹越大，永远不会破。所以说，大量的投资导致了房地产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2017年，习近平上台之后，他就说了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就是房住不炒就是房子是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就出现了3条红线的政策，让很多房地产都没有办法能够轻松融资了。结果先是些小公司出现困境，最后到了恒大、碧桂园这样的大公司都受不了了。恒大是在2017年，习近平颁布了新的房地产政策之后，它就出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就在1年后，也就是2018年，恒大的财务压力就开始显现。尽管它还在不断的扩张，但是债务水平太高，导致公司的偿债能力受到了质疑。2019年，恒大不是没有试图去转型，他们进入了新能源汽车和其他的非核心的业务，希望通过多元化来增强它的盈利能力。但是这些新业务投资巨大，回报非常不明确，再加上疫情的打击，恒大的销售跟现金流再一次的承压。2010年，恒大开始出现没办法偿还债务的问题，引发市场对它破产的担忧。另外，中国共产党也开始加强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管，这对恒大这些高负债的开发商形成了巨大的压力。2021年的下半年，恒大终于没有办法偿还债务了。由于账面的资产价值降低，加上退还土地、投资损失和借贷成本等各种因素，2021年和2022年连续巨额亏损，总计高达8120亿人民币。现在恒大集团的股价已经跌去了99%，这种企业基本上没有能力去翻身了。那么我们总结一下，恒大的问题在哪儿？第一个就是高额的债务，
它过去的扩张政策导致高额的债务积累，尽管在它的鼎盛时期，它不断的通过销售和新项目来维持现金流，但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政策的不可持续，它现在就无能为力了。第二就是融资难题，也就是共产党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加大了对房地产行业的金融监管，这就导致它没有办法筹集新的资金。如果说新的资金进不来，你就要玩完，那说明你这是庞氏骗局。那第三就是业务多元化的失败。刚才我讲过了，他试图用多元化的方式减轻对房地产业务的依赖，但是这种投资没有带来理想的预期。还有就是它的销售模式本身的风险，就是恒大很多项目采用的都是预售模式，在项目完工之前就销售给消费者，但这意味着呢，如果你完不成的话，就要面临法律跟信誉风险。当它遇到资金链断裂的时候，很多工程就只能烂尾。最后是市场信心的下滑，就是当恒大的财务问题逐渐暴露之后，投资者、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信心都受到了打击，这进一步加剧了它的融资难题。最后就是宏观经济跟政策环境的变化，全球经济，特别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在过去几年都面临了一系列的挑战，从经济放缓到政策调整，这都不在恒大的控制范围之内。所以这些问题交织在一起，导致恒大出现巨大的财务跟销售压力，这其实也触及到中国整个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而政府的政策呢，从过去支持这些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商，甚至允许他们去大额借贷，结果现在变成允许他们破产，导致数十家私人的开发商倒闭，政府也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虽然政府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这是恒大集团自己的问题啊，他们管理疏忽，鲁莽扩张。但是问题是，许家印背后如果没有政府、没有银行、没有这些相关机构的配合，他也不可能把中国房地产的泡沫吹到这么大。虽然政府在紧急的跟恒大切割，但是它是切不干净的。但还有一个公司叫碧桂园，它也是全中国数一数二的，它现在也面临巨大的困境。虽然这个碧桂园的项目因为它的规模非常大，跟恒大问题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现在市场仍然对它失去信心。它现在欠债110亿美元还不起，也出现违约风险。但是碧桂园已经算这些中国的大型房地产开发商当中比较幸运的了，就是它采取了一个不同的发展策略。比如说它的这个扩张比其他的竞争对手更加稳定和谨慎，他们首先一直在土地比较便宜的3线城市建设楼盘，并且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因为在3线城市开发的话，不仅土地便宜，人工也比较便宜，所以它的成本就相对较低，而且当地政府也特别重视这个碧桂园的项目，肯定给予各种各样的支持。其实碧桂园也想把这种开发项目移植在海外啊，比如说跟马来西亚的柔佛州政府就合资推出了一个森林城市项目。这个地方呢，他们特意选在距离新马经济特区很近的地方，跟新加坡只有1桥之隔，直线距离只有2公里。他一开始计划是有70万人在这里居住，配套设施甚至包括水上乐园、花园、海滩、购物中心等等等等，但是他很明显是不成功的。现在目前为止只住了9000多人，大量公寓都是空的。这个项目的失败也揭露了中国房地产危机的一些核心的问题，比如说过度建设和过度借贷。这个项目的定位目标人群是那些富裕的人，特别是有能力投资第二套房产的中国投资人。毕竟在马来西亚它价格比较便宜，然后又离新加坡这个发达国家比较近，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最近这个森林城市的房价也突然暴跌，以前一居室的公寓每平方英尺可以卖到280美元，现在跌到了116美元。很大原因就是中国开始限制中国人到海外购房。那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大衰退，特别是现在的中国房地产危机，导致大家对中国的房产没有信心。碧桂园到今年8月份，它已经估计在2023年上半年损失已经超过76亿美元，另外还在努力偿还1900亿美元的债务。虽然他们自称不会放弃森林城市这个项目，但是这个项目的命运未来何去何从也是个未知数。毕竟不管是碧桂园还是整个中国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都可能在全世界产生连锁反应。而且不仅如此，碧桂园在很多重大压力之下正在出售在澳大利亚的一个项目。毕竟中国政府还是希望这些公司把重点放在国内，毕竟国内现在危机重重，他们再把钱都移到海外去的话，那就更是雪上加霜了。我之前讲过，最近中国也释出了一些新的政策，比如说只需要支付30%的首付啊，之前首付要高达80%，但是中国房地产政策的松绑似乎也没有能够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从2009年到2016年，中国大陆的开发商在澳大利亚投资超过80亿美元，
但是当中国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投资的这些开发商也只能灰溜溜的逃走。除了碧桂园以外，2018年万达公司也出售了它的在澳大利亚的一块地。同样，绿地集团在2022年还以3.5亿澳元的价格出售了悉尼的一个项目。就在同年，保利还终止了它在悉尼和墨尔本的3个重要的地产项目。总之，对于一个国家的房地产开发商来说，不管是碧桂园的垮台，还是现在恒大的没落，都对整个市场的情绪更加的不利。因为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中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根本性的问题，甚至连中国数一数二的这些大开发商都会面临破产，还不起债务，那大家更对中国房地产没有信心了。而那些购房者呢，他们很多人已经交了首付，现在都已经开始还贷了，结果施工都停了，都拿不到房子。入住了房子呢，房价还暴跌，很多人为了维权走上街头，然后政府还会用维稳的手段把他们抓起来，或者是镇压下去。这些人真的是妥妥的韭菜了。虽然政府现在开始介入，开始推动银行继续向开发商借贷，松绑一些政策，让他们能够把那些烂尾楼给接着建下去，同时还降低银行的按揭利率。可是这仍然阻止不了中国现在房地产市场的恶性循环，房价在不断的下跌，大家觉得没有必要现在买房，买了也会跌，所以大家就只能观望，消费者继续的观望，那房地产市场就会继续的低迷，那么开发商的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他们建的楼也都成了鬼城。同样的，银行放了贷，资金又没法回笼，也是损失惨重，只能让政府兜底。政府的钱从哪儿来呢？最后还是要靠印钞，增加通货膨胀，或者是增加税收，继续割人民的韭菜。它直接反映是中国经济体制的恶性循环，已经不是一两项房地产政策的松绑就能够改变的。所以之前我讲过，现在中国的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只是房地产行业了，就连有一个大型的信托公司中融鼎新，它掌管着1万亿人民币的资产，它都没能到期支付某些部分的理财产品，因为他们很多钱都借给了开发商，所以当开发商还不了钱的时候，那这些大的信托公司也出现了资金问题，投资人损失惨重，可想而知中国经济现在的糟糕状况。所以当中国银行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担心中国可能会陷入到雷曼时刻，而且全球的金融市场也都可能会选择避险策略，所以可能很多其他的国家或者企业只要在中国投资的都会连带的受影响。在2008年，当时次贷危机，美国4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轰然倒台，它有158年的历史，可以说玩转整个金融行业，最后它还是被玩死了。所以说我们不能把共产党看作是无所不能的，他们虽然现在对全社会能够掌控绝对的权力，但是他们整体实力在中国陷入经济困境的时候是在不断衰落的。中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也拥有全球最大的消费群体之一，一旦经济垮台，那么全球化当中的这些跨国集团必然承担巨大的损失。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强调说，在股市上面大家千万要远离那些依赖中国产能和中国市场的企业，不管他们过去有多么成功。另外，从大的地缘政治角度来看，当中国经济真的陷入到了困境当中的时候，那它很可能会重新评估和其他国家的竞争策略，包括美国。那其他国家当他们开始怀疑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那整个世界跟北京打交道的方式都可能会发生改变。当欧美的自由阵营已经意识到了中国可能会因为经济困境而在政治上铤而走险，来威胁世界和平，同时中国又因为经济困境而导致实力削弱的时候，那么就会加强对中国进一步的脱钩、围堵和制裁，那最终会迎来中西方新冷战的高潮时刻。所以说我们都在见证历史，中国经济在走向衰败，而这个衰败的过程也可能是房地产引发的，也可能是其他领域引发的，谁都不知道中国经济轰然倒塌的导火索是什么，因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可能成为导火索，它现在是积重难返，问题实在太多了。房地产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当然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是经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应该知道这种恶性循环是无解的。好，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